不久前，小贺本想玩一个猎奇游戏，一闭眼一睁眼，发现自己睡在马厩里，眼前还看啥绿。小贺知道是游戏中的鉴定技能，就对自己使用了一下，果然出现了属性面板。此时他只是一个1级的萌新，小贺看见地上有双凉鞋，没多想就穿到了脚上，然后面板里就多了个1级盗贼的职业，捡个装备也算偷，离了个大谱。随后小贺发现了一把大宝剑和一个魔戒，不是，小贺抄起大宝剑走出马厩，发现远近高低也全是绿油油，各种 NPC 在路上走来走去，村民的等级一个比一个要低。这时空中浮现一堆盗贼，小贺心说刚进游戏就送经验值，贴心，盗贼头目还是个小怪，并且红头巾还是个好货。很快两边 NPC 就开始接战，有方都是农具之类的装备，伤害太低。小贺心说机会来了，借着防的掩护绕到盗贼头目后身，抡起大宝剑就是1级背刺，盗贼头目人头落地，鲜血溅小贺一脸。小贺心说大宝剑真给力，那就再接再厉，3下5除2就把盗贼全部收割干净。这时村长出现，跟小贺拉关系，他已经把盗贼掉落的装备都整理好了，但小贺发现盗贼头目的头巾不对劲，就跟村长说这东西被调包了。村长连忙说马上去查，让小贺先休息。小贺心想先退出游戏吃口饭去吧，但这时候他发现游戏根本退不出去，小贺凌乱了，这是游戏卡死了，还是我穿越到游戏里了？这时村长来给小贺送生活用品，小贺这时也没心思搭理，如果不能登出游戏的话，他心想刚才杀了那么多人，到底杀了还是没杀啊？被他打败的也不再是游戏角色，这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吧？小贺纠结了半天，决定不去想了。哎，咋地，如果是真的穿越了，那面对危险就是你死我活，这时候在妇人之仁就无异于自杀了。小贺这么一想，很快就念头通达了，他抄起大宝剑，对自己说不能给穿越者丢脸。这时村长告诉小贺小偷找到了，小贺人生地不熟，就跟村长说你们自行处置吧。村长有心给小贺露一手，对着小偷双掌发光，白光中出现一张卡片，那是小偷的身份证，在这个世界可以把人的身份从平民变为奴隶，把奴隶卖掉，钱平分给受害者和当地财政。小贺心想这个世界设定可真落后，竟然还有奴隶这种东西。接着村长又拿出一摞身份证，是之前被小贺干掉的盗贼们的，其中有几个是背着赏金的。村长带小贺来到赏金兑换处，一个大奥派美妞让他出示身份证，工作人员手中放光，查验了小贺的信息之后，大奥派美妞扔给小贺一袋子钱，并在离开前深深的看了小贺一眼。村长又带小贺去奴隶商人那里，路上经过一片冷清的街道，村长说这是风俗一条街，白天没啥人。小贺这种死宅男一听说有小姐姐，就开始脑补各种画面。很快他们来到奴隶商店，店主是个51岁的大叔，因为附近出现了迷宫，迟到了。小贺表示只要钱给到位，你想迟到多久都没问题。最终小偷以3万块被奴隶商人买下。小贺跟村长分完钱就分道扬镳，孤独一人的小贺走在街道上，为将来的生计发愁，人生地不熟，要是人还在，钱花没了就惨了。这时奴隶商人突然出现，希望和小贺稍微聊一聊。他们来到比刚才精致许多的房间，在确认小贺是冒险者后，奴隶商人问他要不要买奴隶。小贺想问冒险者也能买吗，但又想到刚刚才卖了一个，能卖肯定也能买。奴隶商人这时扔出了大杀器，说自己这里有女奴隶。小贺一听，心里又开始微微了。这时一个波涛汹涌的女仆端着茶盘进来，小贺的眼睛就跟长在人家身上了似的。奴隶商人看在眼中，乐在心中，生意这不是又来了吗？于是绘声绘色的描述起未来。小贺被说的春心萌动，连忙询问奴隶是否会背叛。奴隶商人说不会，并且如果没有指定继承者或是恢复自由身，失去主人的奴隶会一起陪葬，如果敢背叛就会沦落成盗贼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就算偷了巨款逃走也过不上正常平民的生活。奴隶商人继续推销说，刚刚的大欧派女仆叫小罗，是狼人族战士，能在迷宫里为他提供输出。此外小罗的性格也很好，一世一家，最重要的他和人类有生死隔离。说到这里懂的就都懂了。小贺听到这里已经完全上头了，脑中浮现一个丑鬼压在小罗身上的画面，光是想想就无法接受。但问题是小罗要60万块，折后42万，小贺根本买不起。奴隶商人说可以给小贺保留5天，得知小贺想要买自己，小罗热情的跟小贺问好。小贺虽然不知道该怎么赚钱，但此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一定要得到小罗。小贺算来算去，离买下小罗还差好几万，而能赚钱的方法只有2个，一是西边森林突然出现了迷宫入口，冒险者都会以迷宫为目标，只要打败魔物就能获得能卖钱的材料，对高手而言迷宫是绝佳的赚钱之地，但短时间赚不到大钱。2是抓捕有悬赏的盗贼，
但奴隶商人却并不推荐这种来钱快但有风险，容易被其他人盯上，并且背着悬赏的盗贼，大家都在抢，数量有限，无奈之下，小贺只能先去迷宫冒险。通过上次战斗，小贺知道大宝剑是个好东西，才不能外露，于是他把大宝剑放进背包，在武器店买了一把普通武器装备面。小贺来到西边森林的迷宫入口，发现别的冒险者都是通过传送直接过来的。小贺跟着其他人进到了迷宫第一层，刚进来就获得新职业探索者，技能是可以让体力值小幅上升。此外还有之前因为打败盗贼获得的英雄职业，英雄有个专属技能超时加速，探索者职业则有一个可以直接瞬移到迷宫的技能，但只能对迷宫内使用，和普通意义上的瞬移不是一回事。这时小贺变得很疲惫，但他还没留意到前方突然出现一只树形怪物，小贺拿大宝剑就一顿削，树怪变成光点消失，掉落一根小树棍，接着小贺用出超时加速技能，眼前的一切都变慢了。这时小贺突然觉得更加沮丧了，不过秒掉一个树怪后，心情又好了起来。回忆起用瞬移进入迷宫后也有这种感觉。小贺总结出是因为掉了蓝的关系，消耗魔力值就是消耗正能量。好家伙，好在大宝剑有吸蓝的作用，只要砍怪就能回蓝。经过一天的拼命，小贺把21根树棍卖了273块，这些钱里买下小罗还有好几百里地。要不弗洛伊德说欲望是人类进步的第一驱动力呢？小贺为了尽快得到小罗996已经不满足，简直要007，每天天还没亮就进入迷宫，在迷宫里大杀特杀，但这个进度还是远远不够。这时小贺无意间发现了迷宫的隐藏空间，里面出现了一个亮光，小贺以为是宝物，就赶紧进入了隐藏空间，结果发现的只是一把断剑。这时他身后的出口突然关闭，黑暗中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小贺心说坏了，这不是宝库而是怪物。昏暗的空间内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怪物，小贺冲进怪群一通砍，但好虎架不住群狼，很快体力见底。小贺想用迷宫瞬移技能逃走，但没有成功，既然没法逃走，就只能死磕。好在大宝剑能吸蓝以战养战，小贺再次使用超时加速技能，在慢镜头的视角之下，终于清空了所有怪物，地上掉满了树怪的小树棍。小贺感慨多亏了有大宝剑，不然他真的要狗带了。回城之后，小贺看到人群聚集在一起，不知道在看什么呢。原来大树底下坐着一具盗贼尸首，据说是前些一个被赶出城镇的盗贼团回来报复杀人。小贺吃惊以为是来找自己的，但转念又认为说不通，要报仇也应该是找把他们赶出城镇的其他盗贼团。小贺问旁边的老哥是怎么知道这人的身份的，对方解释说人死后身份证不会马上掉落，所以才会像他一样整只手被取走。小贺终于认识到这世界的真实一面，同时他明白了进入迷宫很难赚大钱，富贵还得险中求。为了确保买得到小罗，小贺决定猎杀盗贼赚取悬赏金。他先是在人多的地方瞎转悠，打听到有人谈论盗贼近期接连被杀，猜测是北边贫民窟的人做的。小贺记得那里有条街是红灯区，于是来到贫民窟调查情报，这里的人骨瘦如柴，就连空气都臭不可闻。经过鉴定，小贺没发现盗贼，于是决定晚上再来碰碰运气。小贺回到旅店洗了个澡，简单休整之后，时间就到了晚上。小贺再次来到红灯区，路边满是盯着小姐姐的老色批，小贺被晚上的华丽惊到了。他看着店内的性感小姐姐，有点把持不住。之所以没进去，不是因为洁身自好，而是怕仙人跳。再说这些小姐姐的欧派，没个比小罗大的。转了半天，小贺终于发现了一个光头盗贼，随后在黑暗中一路跟踪，随着盗贼进到了贫民窟。接着小贺又看到好几个盗贼，断定这应该就是贼窝了。发了，这可都是钱啊！这时小贺听到盗贼提起一个名字，那不就是前些天被自己背刺的盗贼头目的名字吗？不知道双方是啥关系，小贺决定再观察观察，距离付款日期还剩2天。小贺摸清楚了红灯区的规律，晚上先是红灯区开张，随后就是盗贼活动的时间。这里有多个盗贼团伙，平日会相互保持距离，不彼此接触，而这附近就是光头盗贼的地盘。小贺估计只对付光头一伙的话，其他的盗贼团伙应该不会来救援。小贺打探前几天那个死亡盗贼的消息，知情人表示盗贼寻仇只是幌子。不久前有个盗贼团伙内讧，其中输掉的派系被赶出了城镇。前几天被杀的盗贼是上尉的一派里的，其实是其他盗贼团伙也想趁机抢地盘，就伪装成被赶走的那一派，趁机搞事情。小贺心说被赶走的那一派都被自己干掉了，确实不可能回来报复。又到了夜深人静时，小贺开始幻想跟小罗的自己生活，龙抓手不停动，有经验的兄弟们可以自行脑补。憧憬之后就开始干正事。为了对付盗贼，小贺取出红色的盗贼头巾，跟看门的盗贼说就卖1块钱。看门的心说还有这好事，千万不能让别人抢先。
赶紧把小贺带到自己屋里交易。不过他看小贺身材单薄，就想黑吃黑，还巴拉巴拉说了一大通前因后果，果然是反派死于话多。小贺见没套出什么更有价值的情报，就打算动手了。他先故意把头巾扔到油灯上，假装要烧掉，趁盗贼试图抢回头巾的间隙，小贺绕到盗贼背后，又是一击被刺砍死。因为刚死的盗贼不会调身份证，小贺只能也斩下一只手放到背包里。接着小贺又摸进其他房间，遇到4个盗贼，继续用大宝剑全部砍死。杀人的动静吵醒了光头盗贼，小贺预判了光头盗贼的行为，知道他肯定要先喊人，不会自己一个人冲进小黑屋，于是来到门外蹲好。当门开的一刹那，小贺大宝剑出击，又送走了光头。此时其他盗贼也全都出来了，开始四处搜寻入侵者。小贺用瞬移逃进迷宫，一波操作如行云流水，让我看了只想喊你个老六，真是666。事后盗贼团伙为了不被吞并，隐瞒了光头老大被干掉的消息，而小贺这边开始烦恼怎么去兑换赏金。这边人家刚死了人，那边他就拿死人的身份证去换钱，这很容易被发现呀。再说万一官方有盗贼的卧底呢？但已经到了奴隶商人约定的最后日期，小贺最终只能冒险换取赏金。小贺等到了上次兑换赏金时的工作人员，借口昨晚被盗贼团伙要保护费，不仅被他击退，还反杀了3个。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，根本没管小贺的家系，直接就把钱给了他，加上之前存的钱，已经可以买下小罗了。小贺冲到奴隶商店，刚好是小罗接待。小贺说钱已经赚够了，今天就是来带小罗走的。没想到小罗上来就先道歉，小贺心说咋的？难道已经晚了？听下来不由感叹，多纯真的妹子啊！原来小罗以为小贺不会来了，毕竟6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自己这个性价比就不太高。没想到小贺竟然真的来买他了，简直太感动了。小贺听完让他淡定一些，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交完钱，奴隶商人为2人缔结契约，小贺心里这个爽啊，这才多久就找了个漂亮妹子，而且还特别善解人意。今天晚上继续加班，把这段时间学习的什么48手都使一遍。上集完。